真的是太好了，男孩的新家总算有了点模样。上一期我们说到，自强用了2天时间把屋子的框架和屋顶打造了出来，今天是他在这的第3天，这回已经早早的起来，手头上正在削着一根竹筒。可以看到他将中间挖了一道凹槽出来，拿起其中的一根，一端插在了泥地里，另一端刚好可以卡进屋檐下的房梁之间，使劲拍了几下，让其与地面保持垂直，又在柱子旁安了一根。现在还看不出这些竹筒是做什么用的，就看到他在这面墙两侧和中间一共安了4根，直到他拿起一根竹片，沿着两侧的凹槽卡进去试了下，我们才看明白，原来他是以这样的方法来构筑墙面。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巧妙的。眼见着长度合适，他拿起地上的柴刀，以这根作为样板，将竹筒裁切成对应的长度。得到足够数量后，自强改砍为劈，顺着竹筒竖直的方向将其破成了对半，想要作为搭建墙面的材料。显然这样还是太宽，继续1分为2，让竹片看起来差不多是平的才算可以。把所有的竹筒都4等分之后，这些竹片还需要做进一步处理，削掉还残留的竹节，使其更加平整，足足花费了个把小时时间，这才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。接下来反而简单了许多，只需要把这些竹片放进凹槽里即可。虽然这活不难，但自强却加入了自己的想法，放的时候一正一反，绿白相间的颜色，看起来很是精致，连带着屋子的档次都上升了一截，如法炮制出另一面墙壁，中间留出来的想必就是门洞了。不过看上去有点上窄下宽，不知道待会要不要处理一下。至于侧墙，他先在开出孔洞的立柱上各插进去一根长竹片，而后按照编织的方式交错着穿过各条竹片，最后往里一推，马上就得到了半叶墙。看了眼最边上还有些空隙，又给补了一片。接下来还有好几面墙等着他安。这活对于自强来说已是轻车熟路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直到把最后一面墙搭出来半夜，他却停了下来，在原地比划了下，大概是想再在这处扩展出一个单间，那么这些多余的龙骨就用不到了，索性直接砍去，留出了一个巨大的门洞。现在这几面墙全靠中间的龙骨支撑着，还需要用竹篾连接彼此，才能做到永不分离。地上已经摆着一早就制作好的门，抬起来调转了个方向，安插到地上试了下，却发现还有些不够宽，重新又加了一片上去，这回应该差不多了。紧接着拿起柴刀，在地上刨了个浅坑出来，再次抬起这扇门，把门轴放到了坑里，回填上泥土，随意地倒了几下。因为上方还没有固定的缘故，这扇门还有些往下坠，开起来会刮到泥地上。照例是用手头上有的材料给它粗略地固定住，这回果然顺畅了许多。屋子四周目前还是和其他地方齐平的，按照上回的经验，这样肯定不行，只要一下雨，雨水就会流到屋内，所以他沿着墙角在四周挖出了一圈排水沟。处理完这些，自强回到了屋内，今天的活也着实干了不少。明天他将会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小屋。男孩在小屋侧面增加了一个小单间，准备作为厨房，并用竹子打造了一张舒适的大床。这天早上，自强先在昨天预留出来的位置挖出一条与原先相连的排水沟，使之成为一个整体，扒出来的土就这么撒在平地上，接着用锄头稍微的夯实了一下，看上去平整之后，自强换上了铲子，
大概确定好立柱的位置，就对着地面展开了挖掘。坑里的土先刨到一边，继续加深，直到有30公分才算达到他的要求。又在另一侧柱子对出来的位置挖了一个。自强拿起一旁准备好的竹竿，插入到基坑中，回填入泥土，利用铲子的把手把四周捣实，接着再次拿起一根竹竿架在了2根立柱上面。而顶上的船子和之前屋子上用的还不一样，就是简单的一根竹竿，只不过在一端开了个大大的洞，加上所有的杆子，回头取下挂在墙上的竹篾，将与横梁交界的地方统统捆扎牢固。接下来还是老样子，再在上面覆盖一层檩条，用于固定棕叶。别看自强年纪小，干起活来那是一板一眼，该固定的地方都绑上竹篾，绝不偷懒耍滑。同样的手法，先将棕叶分成对半，全部丢到屋顶上，拿起一旁的竹竿靠在横梁上作为梯子，一个借力就爬了上去。这些棕叶经过半天的晾晒，已经变得有些干，不过这并不影响自强的铺装，反而因为失去水分，能压得更实一些。这个单间的面积不大，所以没几下就盖完了屋顶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自强已在柱子上开了几个孔洞出来，插入几片竹片作为墙面的龙骨，依然是按照昨天的方法，将竹片一片片卡了进去。这里是作为厨房，所以没必要留额外的门，只从主屋进出就可以。封好了3面墙，从墙缝里钻出，用竹篾使个面墙之间固定在一起。回到屋内确认了下没有问题，自强捡起地上的柴刀，来到屋子的另一端，大概比划了下，他打算在这打造一张床出来，所用到的材料当然还是易于处理的竹子。一段时间过后，自强抱回来了4根床腿，还有一摞劈成对半的竹筒，想必是拿来铺床面用的。随着他一趟趟的搬回材料，很快就凑齐了所需的各个部件，拿起铲子直接开挖。上头承载的也就是睡觉的床而已，所以没必要挖得多深。3两下搞好了4个基坑，放进去竹筒，回填上泥土埋好。可以看到竹筒的上端都是半月形，整齐地对着一个方向，这也是有它的小设计在的。放上床架，刚好可以被限制在里面，睡上去即使左右辗转反侧也丝毫不会摇晃。接着简单的放上一层床板，这些竹筒本身就长得差不多大，因此这回铺上去也在同一平面。当然这样还是没法睡的，一旁还有准备好的竹板，这些都是用整根竹子一点点劈散压平得到的，处于那种将散未散的状态，而且表面经过它的精心处理，已经变得非常光滑，不需要担心被竹刺所扎伤。脱掉靴子躺上去试了试，除了稍稍硬了点，不论是大小还是牢固程度都令他非常满意。相比上一个住所的床，那就大得太多了，不仅伸直双腿两端还有空余，即便左右来回翻转同样丝毫没有问题。至此整个小屋可以算得上大功告成了。至于里面的家具器物，就留到以后慢慢置办。男孩问村里人进了一些嫩南瓜，背到街上卖给了当地村民，顺道从老奶奶家取回了自己的锅。时间来到搭完屋子的第2天，自强随意地吃了点东西，就从屋里走了出来。他打算把周围的杂草树木再清理一遍，一是为了小屋的采光能更好一些，二也是想着空出来一片地能减少野兽靠近，顺带等砍下来的树木晒干了还能当柴烧。放倒2棵大树之后，他回到了屋内稍作休息，背起背篓，带着摆摊要用得到的东西往村子里走去。为了搭这所屋子，自强已经好些天没有搞货来卖了，这回却是闲了下来，那么又该投入到赚钱大业当中去了。沿着稻田旁的小道，
来到了一片瓜地前，主人恰好在此。自强问了下能否摘些南瓜去卖，这位阿姨指了四周一圈，叫他随便摘，卖了钱送到他家里就行。那么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扒开瓜腕，露出嫩绿的南瓜，自强将其割下，先取出背篓内的物品。他准备搞多点回去。这片瓜的一看还不小，而且别看这些藤病奄奄的，结的瓜却是紧挨着，看起来产量非常不错。虽说南瓜这种蔬菜老嫩都能吃，但他连刚长出来没多大的也没有放过，只要是被看到，统统摘走，主打的就是鬼子进村一个不留。没用多少时间就搞了满满一背篓，装好塑料布和刀，秤只能提在手上了。本想和那位阿姨道别，却发现人影都没了，只好对着远处喊了一声。接下来他要到村子里去卖掉这些南瓜换成钱。还是在大妈门前停下，摊开塑料布，把所有的南瓜都倒了出来。好些天没来，身后花坛里的绿植都长高了许多。自强坐在下面等着顾客上门，隔壁的小哥看到他又来卖货，打算过来多少买上一些，挑了几个放上去称了下，却是发现有些多了。大哥只要2斤，拿掉一颗小的后，刚刚好1公斤。收起大哥给的5万越南盾，他还得找回去好几万。这些瓜的价值并不是很高，2斤也就卖了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几块钱。刚用瓜压住被风吹起的塑料布，大妈出手了，一下撑走了一大袋。接下来村民们络绎不绝地上前，很快就卖完了今天的货。收起摊位，自强打算去一趟老奶奶家，这还没到呢，天空却下起了大雨。自强冒雨进了家门，直接问起上回他拿来的那口锅放在了哪里。奶奶指了指角落，帮着自强把锅放进了背篓里。虽然上回没有告诉他自己家被烧了，但奶奶这几天已经通过村民知道了这件事，算到自强会重新搭一个住所，所以一早就给他准备了一些物资，有吃饭用的碗筷，还有睡觉用的一卷凉席。想了下，又拿起自强之前在这住的时候留下的衣服，一并塞到了袋子里，里面还夹杂着几件他新买的，告诉自强这些都是给他的，叮嘱着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放到背篓里装好。自强打算背起来就走，奶奶拦住了他，外面正下着大雨呢，这会走就算打伞也非得被淋湿不可，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坐下来唠唠家常。自强乖巧地坐在一旁，给奶奶捶起了背，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住在这的时光。大雨还在一直的下，好在是一场阵雨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不多时，天空明亮了起来，雨滴也随之减少。自强显然是发现雨小了，起身要走。奶奶还想留他吃饭，但他担心这场雨给自己的小屋带来损伤，接过奶奶给的伞就出了门。村里人似乎在围观什么，原来是村民们趁着这场大雨，在疏通街道中央的排水渠底部的泥沙正好可以顺着水流飘走。村民们一片忙碌景象，但自强没空留下来看热闹，他得赶紧回去检查下自己的小屋，看有没有经受得住这场大雨的考验。男孩给自己的屋子引来了水源，并在厨房搭了个土灶。昨日一场大雨过后，今天的天气却是不错，自强打算留在家里完善下自己的居住环境。只见他搞了几根竹竿，这回正在给竹节位置开洞，左右各劈上几刀，再轻轻一撬，一整块竹板就能被取下来。开这个洞的目的是为了去掉里面的竹节，使得整根竹筒变成一根首尾相通的管道，因此但凡有竹节的地方都需要这么操作一遍。花了一些时间，将所有的竹筒打通后，自强扛起一根向着山坡上走去。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大变样，
之前茂密的杂草不见了，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到了水源处。当初选址的时候，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个小水潭，才选择在这里安家。如今虽说水潭不见了，但仍然有涓涓细流从上方流出，这对于自强来说就够了。回到屋前，再次拖了主管，沿着一路上插好的树杈摆好。随着自强掏出底部的泥沙，里面的水变得乌漆嘛黑。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要有活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，小水潭马上又会变得清澈。自强随意地在一旁挖了个导水槽，把管子埋了进去，四周再糊上厚厚的一层淤泥。当他来到管子的另一端，黑色的脏水刚好流出，接下来把各根主管连接到一起，延伸到屋前即可。各处管道本身就是沿着山坡所架，水自然而然的可以顺流而下。不多时，黑漆漆的水已经不见，转而流出的是干净清澈的山泉水。接驳好最后一根主管，自强接起这源源不断的水，洗了把脸，又喝下几口。他并没有停下来休息，而是一鼓作气清理起了水流下方的杂物，枯枝落叶全部丢到别处。接着拿起了靠在墙上的锄头，对这块地进行了平整。他的计划是在这搭一个台子出来，方便自己洗漱放东西，所以他又花了一些时间准备了一堆材料出来。树桩子插入到刚挖的基坑之中，左右各一根，本身这里就有一定的斜度，反倒是把一边抬高，恰好能保持在水平位置，摆上底座的2根横梁，最后铺上台面即可。有了这处水源和台子，不论是洗衣做饭还是洗手洗脸都会方便许多。要是能加一个储水的罐子，那将会更好。不知道自强有没有这个打算。放下锄头，带着铲子柴刀还有准备好的木锥子进了屋。自强已经搭了个简易的桌子，用来放从老奶奶那拿来的碗筷，这些地上还有烧火留下的灰堆，他一并划拉到一旁，准备在这搭一个土灶出来。方法还是和上次的一样，只见他朝土里拍进去了4根木棍，组成一个矩形的结构，底部周围放上一圈作为框架，拿起劈散的竹板靠在棍子上试了下，觉得没有问题后，才把棍子用竹篾固定在了上面，如同底部一般，同样架了4根木棍。而这回放到中间的这根竹筒是给炉膛预留出来的位置，他用的是脱模的办法，因此4面还需要用竹片包裹住。放了几片，他发现这样并不好安装，还不如先去弄点泥回来。来到室外就近选了个位置，挥动锄头挖松了好些土，先取上一些装到袋子里，提回到内屋倒进了里面。这回有了泥巴的支撑，再插入竹片就轻松了许多，直到把4周一圈围满。自强再次回来装了一袋土，接下来只需要把这个模板里全部装满即可。土不够了就再挖上一些，这里别的没有，土要多少有多少。又搬了几趟之后，自强拿起了边上的竹筒，往土里加了点水。太过松散的话，一拆开仍然会散掉，只有经过加水后夯实。泥土本就有的粘性会使得它们成为一个整体，从外边看上去已经可以。自强解开了竹篾，将周围的模板一一拆除。看起来效果还不错，得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土墩子，连带着中间的竹筒一起拔出，收拾掉周围的杂物。自强用手和刀一起抹平坑坑洼洼的表面，接着在一侧规划出一个半圆形的灶洞，利用柴刀向里展开挖掘，使之能与中间的炉膛相通。当然，一个灶洞还远远不够，自强又在其他2面上各挖了一个，这样烧火的时候更加有利于空气的流通。拿起锅放到了上面，按照锅的轮廓画了个圆，随后沿着这个圈挖去了一部分泥土，再次放上锅试了一下，果然贴合了很多。为了能让这个灶台使用的更久一些，
自强从罐子里蘸了些水，抹到了其表面，经过他的小手一顿抚摸，整个灶变得油光水滑。单从颜值上来说，这点功夫就没有浪费。最后自强把柴火塞了进去，随着一缕白烟冒出，烧着了新造的第一次火。目前还是泥巴状态的土灶，得靠着这把火快速的烘干固化。考虑到上回的烟囱效果不是很好，这次干脆舍弃掉。好在这间竹屋四面透风，烟雾能顺利从墙缝里飘走，自强将在这里开启他的新生活。这个男孩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独自在溪流中设置陷阱，抓到了不少鱼。这天上午，太阳已经老高，自强吃过了早饭，才从屋子里出来，打算去外边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搞点货来卖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他来到了一条小溪边，成群结队的鱼在水里游着，保不齐就有大鱼。自强本没有多想，只是停下来想简单的喝口水，却不料边上就有一条鱼游过，他快速起身抓去。但常年生活在湍急水流中的鱼并不是那么好抓，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。张望了一阵，刚要放弃，低头却是发现又溜过去一条。看样子这条小溪里的鱼是真不少，得想个办法搞上一把。恰好边上就有一根竹筒，作为经验丰富的捕鱼小能手，他立马有了主意，先将竹竿架在了2块大石头上，正在思考怎么搭建这个捕鱼陷阱，一抬眼看到对岸有几根别人丢在这的竹竿，这下好了，连找材料的时间都可以省了。自强自然不会放过这等好事，拖着他们来到了对岸。接下来他要开始制作这处陷阱了。首先拿起一根较细的竹竿，放到水流上，测量了下所需要的长度，挥动柴刀砍了下来，以这根为尺，将其余的竹筒处理到同一尺寸。当然，这还不能直接拿来用，还需要做进一步加工。整根的竹筒被劈散成了竹片，花了一些时间，得到了一堆有长有短的竹片。虽说没有图纸，但对接下来要怎么做，心中早已胸有成竹。只见自强先将短竹片沿着树枝方向间隔一定距离放好，再将长竹片以上下交错的方式放进去，多放几根之后，它们之间就会相互锁紧，变成一个牢固的整体。不一会，3张竹板制作完成。自强来到溪水中，重新整理了下这道小水坝，使得水流都能从规划好的缺口流出。确认没什么问题后，自强取来了制作好的竹板，先铺了一张在缺口与竹竿之间，接着依靠着岩石将另外2张放了上去，这样刚好组成一个外高内低的凹槽。要是有鱼儿随着水流进来，往前一点距离就没有水了，你要说可以蹦跶回去，强劲的水流又会把想跑的鱼儿推回来，所以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科学的。本来这后端不用遮挡也是没有关系了，但刚好捡了一张破烂塑料布，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，还是给挂了上去，万一有哪条鱼特别会跳，也能阻挡一二。最后用竹篾在各片竹板连接处捆扎牢固，这才刚绑了一边。已经有一条鱼被困在了这里，先抓起来捏在手上，继续把底部不大的缝隙给堵得严严实实。而这时又来了条鱼从他的脚底下钻过，自强干脆把手里的鱼放回到了陷阱里，往上游找起了那条溜走的鱼。本想着给他驱赶进陷阱里，哪知直接用手抓住了。看来之前那么多期的鱼不是白抓，这项技能已经变得熟能生巧。同样先丢进陷阱里，反正在里面也跑不掉，他得抓紧一点把另一片竹板固定完成。收起这2条鱼，自强打算先回家，等鱼进陷阱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。时间来到下午，自强回到了这里，此刻陷阱里已经堆满了鱼，他抓的鱼没有1000也有800，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掏出网兜就收获了起来。这只大黑鱼还想逃跑，显然光滑的竹板加上湍急的水流没有让它得逞，再次抓起它放入网兜中，而剩下的鱼离开水太久，大多已经没有力气挣扎，
能活着已经不错。自强轻松捡起，一一放入袋中，收完最后一条大黑鱼，清理了下陷阱里的杂物。他打算留着这个陷阱，也许改天还能再来抓一次。接下来他要赶到街上，趁着这些鱼都还活着马上卖掉。依然是在大妈家门前停下，快马加鞭摆好了摊位。大妈听到门口的动静，知道是自强来了，二话不说挑了一些买走。2斤野生鱼收了5万，他卖的着实不贵，刚把鱼扒拉到一起，第2位顾客就上门了。自强招呼着他买上一点。这位大婶见他的鱼还是挺新鲜的，同样称走了1公斤，最后剩下的反而是2条大黑鱼。照理说这种鱼肉质鲜嫩，应该不愁卖的，好在还是有识货的人。一位阿姨过来给他全部买走，收了一张10万的，又找回去一些。今天的货顺利卖完，算得上收获颇丰，他也该回家了。你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小孩吗？仅凭着一套简单的鱼线鱼钩，就钓到了好几条大鲶鱼。这天清晨，自强早早的就离开了家，来到了熟悉的河边。好久没来这搞鱼了，他想着今天过来试试运气。对岸的水明显比这边要深一些，要更加适合钓鱼。本就想这么趟水过去，但又觉得这里未免水面有些宽了，不如寻一处窄一些的地方从那过。好在上游不远处就有个不错的位置。自强穿过小河来到对岸，爬上大石块，这里有人在这砍过竹子，地上堆了一层枯竹叶。他顺着这个大石头下到了另一边，发现这里是一处幽静的小水湾，而且其中矗立着不少岩石，刚好可以作为钓台，看起来就是个不错的钓点。于是自强从背篓里取出了今天带来的工具，一根粗棉线和另一根上回钓鲶鱼用过的钓钩，还有一袋子不知道是什么的肉。先将2根线接驳到了一块，接着拿出了袋子里的肉，原来是一小块猪肝。用这个饵加上这么大的钩，不出意外他就是给钓鲶鱼做的准备。穿好了饵，自强打算先试试水，直接丢进了水坛子里。他不断地提起放下钓钩，尽量地模拟出这饵是活物的样子。钓了一阵，他发现边上的石洞似乎深不见底，理论上来说鲶鱼确实是喜欢钻洞，没准就有巨物藏在里面。放下钩，自强打算休息会，才一会功夫，他就感觉到水下好像有动静，提了一下线，果然是被拉紧了。察觉到是有货，自强立马激动了起来，一点点将线缠绕在手上收紧，不一会就拉上了一条巨型鲶鱼。离开水的鱼挣扎起来，自强感觉有点拿捏不住，只好放回水里让它消停一下。还好再次提出来，这条鱼安静了许多，顺利收入袋中，把鱼护绑到一边石头上。自强给钩补了块饵，重新抛回到洞内，有一条说不定底下还有，时不时地提上来看一下，确保饵不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被叼走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等得也有点无聊，转过身来提起鱼护，欣赏了下自己的收获。不料这时水底下鱼线传来了拉扯感，他还有些没反应过来，疑惑了一下，赶紧拉起绳子。嚯，又是好大一条大鲶鱼，不跟他客气，扑腾起来，导致绳子勒得手生疼。还好是在手上缠了好多圈，才没让这条大鱼跑了。放回去歇一歇，再次拉起。大鲶鱼也知道情况不妙，使出全身力气做了最后挣扎。对于早有防范的自强，显然是没有什么用处，一把拽着他的鱼鳃提上了岸，一只手提着鱼，另一只手赶紧把鱼护取上来，单手撑不开网兜，顾不得脏，直接用牙齿咬住，才拉开了袋口，顺利将这条大鱼的身子放进网兜里，才敢解开挂在鱼嘴上的钩。对于这种活蹦乱跳的大鱼，再小心也不为过。收好这条鱼，他还得继续钓，收获这么好，怎么着也得再试试。不过已经有了2条大货，在心态上已经没有那么迫切，干脆搭着肩膀准备休息一下。等了好一阵子，自强打了个盹，查看了下钓钩没有中鱼，他决定换个位置放到洞外再试试。无聊的又等了会，突然绳子被扯得笔直，终于有鱼上钩。
经过一番角力，自强一把将鱼拉上了岸，小心地收进网兜之中。虽然这回时间已是不早，但钓鱼是有瘾的，特别是能上这种大鱼的时候，他准备再搞半小时，又是等待了一些时间。再次钓起一条鱼后，自强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街上卖掉这些鱼。来到村子里，他已是回家换下了湿衣服，整齐地摆好这4条大鲶鱼。来得最快的还是大妈，几乎每次看到自强来摆摊，他都会来照顾生意。接下来村民们你一条我一条，很快就卖完了这些鱼。今天是他搞得比较晚的一次，他得趁着还看得清路赶紧回家。